欧委会对中国产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的仲裁结果将在10月30号生效。中欧正密集展开磋商，主要聚焦价格承诺谈判。只剩下不到3天的谈判窗口期，中欧磋商能否实现实质性突破？如果难以达成共识，还有多少谈判空间？来看看报道。25号，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应约与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任兼贸易委员东布罗夫斯基斯视频会谈。公号玉渊谈天注意到，中方此次是应约参加视频会谈，而且根据东布罗夫斯基斯个人社交媒体账号的信息，25号他正在巴西出席 G20 贸易部长会议。谈判开始时是当地时间11时左右，谈完已经到了凌晨，这也显示欧方以谈判解决分歧的意愿。这一次，双方达成了更多具体共识，明确继续将价格承诺作为本案的解决途径。价格承诺是反倾销调查的一种结案措施，需要双方通过平等协商，确定一个都可以接受的最低出口价格。一般而言，价格承诺由商会代表多个企业作为一个整体提出，此次则是由中国机电商会提交方案。但谈判过程十分曲折。根据中国机电商会10月17号发表的声明，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在12家电动汽车企业的授权下，于8月24号提交了价格承诺方案。自9月20号起的20余天中，中欧技术团队在布鲁塞尔进行了8轮密集磋商。英国路透社在本月初引述消息人士称，欧盟曾拒绝中方提议的不低于3万欧元，约合人民币23.2万元的方案。报道引述消息人士放出风声称，中国电动汽车3.5万至4万欧元，约合人民币26.3万至31万元的最低定价门槛，可能更容易被欧盟接受。根据欧委会发布的消息稿，东布罗夫斯基斯表示，欧盟委员会并不排除与个别出口商展开谈判。对此，商务部28号回应称，此举将动摇彼此信任，干扰磋商整体进程，也将给价格承诺协议的后续执行和监管增加更多行政成本。这是本月以来商务部第2次回应相关议题。10月12号，商务部表示，此举会给双方磋商带来干扰，不利于推进磋商整体进程。在欧盟看来，如果能够和中国车企单独谈判，就有利于对中国车企施加更大的压力。如果说单个中国车企顶不住欧盟的压力，率先做出妥协，也会对其他车企造成示范效应。说到底就是希望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欧盟具体找了哪些车企单独谈判并未被披露，但根据中国机电商会此前的声明，欧方接触的部分企业均在已授权中国机电商会的12家电动汽车企业集团之内。深圳卫视注意到，在集体价格承诺谈判的问题上，中方并不愿退让，也是为了保护及兼顾在欧洲市场份额较小的车企。20年前，中国参与全球铁矿石价格谈判时，就曾吃过这方面的亏。由于企业各自为政，没有争取到定价权，导致国际矿商坐收渔利，行业内部分企业因此破产。公众号玉渊谈天也喊话个别企业，在面对眼前的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做选择时，切不可中了欧方的圈套。统一采取行动，协调立场，这样其实对于中国车企顶住来自于欧盟方面的压力，当然是非常有帮助的。对于中方争取更加有利的谈判地位，取得更好的谈判结果，也是至关重要的。对于中国车企来说，未来还必须作为一个整体，应对更加复杂的国际竞争，在整个世界经济体系，在全球汽车产业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此外，欧盟方面也并不满足于一个特定的价格承诺。有消息指，欧方技术团队要求中国对欧出口电动汽车的每个品牌、每种车型分别制定最低限价，甚至连同一种品牌的车出口到欧洲不同国家和地区，也要分别制定最低限价。但分析认为，从执行层面而言，欧盟的要求几乎不可行。汽车本身有不同品牌、不同车型，新能源汽车的更新换代又极为迅速，如果要无限细分，给每一款汽车制定最低限价，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欧盟方面的仲裁结果本月底生效，这并不意味着价格承诺磋商因此终结。2004年，欧盟对来自中国的铸件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2005年7月发布公告，欧盟确定征收反倾销税，但经过多轮磋商，在仲裁的半年多后，中国机电商会代表涉案企业与欧盟委员会达成价格承诺协议。
气。下阶段，欧方也将派出磋商团队访华，有关价格承诺的磋商谈判也将持续下去，直至达成双方都满意的结果。是否能够达成共识，要看双方的妥协程度吧。但是呢，一直外界都是认为这个双方的认知鸿沟比较大，所以还是很难的达到妥协的。不过我觉得，至少能够坐下来谈判，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说明双方还是很珍惜彼此的这个经贸关系。就在中欧展开密集磋商之际，28号，芬兰总统斯图布抵达北京，对中国展开4天的国事访问。芬兰是欧盟内部对中国产电动汽车持相对理性、客观态度的国家。当地时间10月4号的投票中，芬兰与瑞典、西班牙、比利时等欧盟国家投下了弃权票。就在斯图布抵达北京的同一天，外交部宣布，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理菲索将于10月31号至11月5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斯洛伐克是欧盟内部坚决反对对中国产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的国家，在此前的投票中，和德国、匈牙利等国家一起投下了反对票。而德国巴伐利亚州副州长兼州经济发展和能源部长艾旺格近日也在中国访问，他率领了一个来自商界、科学界和政界的40人代表团访问北京、广州、深圳等城市。在华期间，他试驾了新能源汽车，并参观了自动驾驶汽车制造商等。艾旺格明确表示，中国是巴伐利亚工业和中小企业的理想合作伙伴。有观察指，一系列迹象表明，在欧盟内部，各国对于如何同中国展开合作的态度有着明显分歧。在欧盟与中国产生贸易摩擦之际，这些国家希望通过双边渠道减少分歧，扩大合作。另一个引发欧洲内部焦虑的因素是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德国财政部长林德纳日前表示，他正在关注美国总统大选，并注意到下一届美国政府征收关税的风险，并称欧盟不应该成为美中贸易争端的负面连带效应。日前，德国的车企正因欧盟不顾其反对对华加征关税而焦头烂额。如果共和党籍总统候选人前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加码关税战，又将进一步提升德国车企的运营成本。分析认为，当前汽车供应链已全球布局，任何一个地区祭出新的贸易保护措施，危害的将是全球汽车产业。这也是德国车企一直以来高举自由贸易旗帜，反对欧盟加征关税的原因之一。他不希望自己有一天要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站，所以呢，反映他在他的贸易政策领域，他也是很，对这个贸易战是非常的慎重的，尤其是像以德国为代表的一些与中国的经贸往来比较密切的利益集团啊、国家，是吧？但是呢，欧美两方针对对华贸易、对华的技术啊这些方面，他们的协调可能会增加。不过呢，至少特朗普不会是欧盟或者德国的经济界相对优先的伙伴。距离美国大选投票仅剩1周左右，俄乌冲突形势突然加速演进，俄罗斯增强进攻，在多个方向取得突破，乌克兰的压力陡增。此外，当地即将进入冬季，这对后勤补给相对较弱的乌克兰更为不利。而另一方面，俄总统普京再就所谓朝鲜援俄问题发声，这其中又有何玄机？来看看报道。乌东顿涅茨克地区的争夺激烈，近日俄军加大攻势，占领了波克罗夫斯克周边多个村镇，形成包围态势。波克罗夫斯克，俄方称之为红军城，从这一名称就能感受到其军事价值的重要。这座小城市位于顿巴斯的中心地带，乌军目前依赖的主要后勤补给公路和铁路在此交汇。历史上是苏联红军抗击德国法西斯的重要基地，还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发祥地。一旦俄军控制此地，将对扩大在顿涅茨克的地盘十分有利。乌军侦察部队指挥官丹尼斯·亚罗斯拉夫斯基认为，一旦波克罗夫斯克控制丢失，将导致整条战线崩溃。俄罗斯现在已经慢慢适应了新的这种战争形态，用无人机啊，现在俄罗斯自己无人机也生产了不少。还有一个呢，就是西方的援助呢，现在慢慢有的力不从心了啊，有的缺乏后劲。近期朝军入俄的传闻四起，俄方也多次进行回应。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国家杜马本月24号批准了俄朝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该条约规定，若一方处于战争，另一方将立即以一切可用手段提供军援。27号，全俄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发布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采访内容，也谈及相关内容。
мы нисколько никогда не сомневались, что северокорейск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относится к нашим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ям серьезно. Но что и как мы будем делать, это уже наше дело. 所谓朝军入俄的消息，由乌克兰方面最先放出风声，而近期则由韩国不断炒作这一消息，乌方进行呼应。据韩国国情院的说法，朝鲜决定派遣特种部队等4个旅的兵力协助俄罗斯作战，但人数方面的说法不同，从1500人到1.2万人不一。25号，朝鲜官方首次对此事进行正面回应。朝鲜外务省负责俄罗斯事务的副相金正奎表示，如果存在国际舆论所描述的事情，那也是符合国际法律规范的行动。他认为，一定有某些势力想要将那描述为不合法的行为。根据美国新闻周刊最新的报道，美国政府宣称已经有朝鲜士兵进入俄罗斯境内，但目前并未参加作战任务，而是在远东地区的俄军军营中进行训练。该刊认为，还不能确定朝鲜士兵入境俄罗斯的目的是什么。即使参加战斗任务，这些朝鲜士兵也大概率不会进入乌克兰境内，而是被派往库尔斯克州。8月以来，约有1万乌军精锐部队越境攻击俄罗斯的这一边境州，目前仍没有全部撤回。美国国会山报认为，朝鲜作为第三方突然卷入俄乌冲突，有可能迫使美国及其盟友更多介入这场冲突。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迈克尔·特纳等多位美国议员表示，如果朝鲜部队真的投入乌克兰战场，美国应该考虑在乌克兰采取直接的军事行动。美国智库机构国家利益中心主管国家安全事务的高级主任哈里·卡兹亚尼斯认为，朝军的炮弹如果集中了北约目标，很可能会导致局势失控。此外，近期乌方要求北约授权使用他们所提供的武器攻击俄罗斯境内纵深地区目标的消息也多次见诸媒体。在俄罗斯电视台播出的采访中，普京也对此作出回应。他表示，乌克兰不过是幌子，远程打击俄腹地背后隐藏北约之手。普京指出，问题不在于某国是否获得授权打击俄罗斯，而是乌克兰军人无法独自使用这些武器，只有北约专家有能力使用。乌克兰没有必须的太空侦察系统，在侦察数据基础上引导飞行任务等方面，乌克兰军队也无法独自操作。目前就是北约军官在操作，唯一的问题是北约是否给自己授权打击俄罗斯腹地。此前，普京曾强调，一旦美英等国家允许乌克兰使用外援武器远程打击俄罗斯本土纵深目标，将意味北约国家直接参与俄乌冲突。俄罗斯将根据所面临威胁做出适当决定。美西方还没有一个国家明确表示，我允许乌克兰给乌克兰提供那个远程打击武器，或者已经提供给乌克兰的武器，允许你打击俄罗斯的纵深地区。没有一个国家这么说，因为毕竟还是害怕这个乌克兰战事呢整个扩散。普京已经说了嘛，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意味着你北约对俄罗斯宣战了，那我就是可以打击你任何一个北约国家了。那北约那个欧洲国家的确也是害怕俄罗斯的这个打击。有分析指出，对于俄罗斯而言，最近的一系列军事动向是其在美国大选这一背景下重新做出的策略调整。从俄罗斯经济和战场形势来看，尽管克里姆林宫通过与其他国家合作，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美西方制裁带来的影响，俄罗斯在经济上表现出一定的韧性，但持久的战争和不断上升的战争成本正在让俄罗斯经济不堪重负。这一背景下，俄罗斯希望通过战场态势来警告美国下一届政府，在达到自身战略目的的情况下，要尽快推动结束俄乌冲突，而不是无休止的赞助代理人战争。从目前美国大选的2个阵营来看，哈里斯倾向于继续拜登政府的援乌政策及温水煮青蛙战略，多次向乌克兰提供数额不大的援助，在武器提供及使用方面拒绝开大的口子，目标是消耗俄罗斯国力。但据美国媒体报道，哈里斯一旦当选，其政策也很有可能会发生变化。目前他的国家安全顾问菲利普·戈登和副国家安全顾问丽贝卡·利斯纳都认为要加强施压欧洲，向乌克兰提供更大的支持。但特朗普的政策非常不同，他此前宣称自己一旦当选，将在48小时内结束俄乌
无冲突。至于解决问题的方式，外界普遍认为对乌克兰来说相当不利。但近期特朗普也进行了回调，对美国国会众议长麦克约翰逊提出的600亿美元乌克兰援助计划表示默许。华盛顿邮报认为，如果特朗普赢得选举，欧洲的援乌阵营很可能将原地瓦解。目前，欧洲各国都在等待美国大选结果，然后再做下一步打算。针对近期的朝军入俄传闻，俄总统普京表示，是否决定使用朝鲜军队是俄罗斯的事情。那您认为普京此番表态传递出怎样的信号？普京的话实际上是对北约进行警告。最近2件事让普京很担心。一是北约授权乌克兰使用西方远程武器攻击俄本土的冲动在不断增长；二是北约秘书长吕特以及西方7国集团国防部长近期都确认乌克兰的北约之路是不可逆的。这2件事在普京看来是北约对俄罗斯明目张胆的挑衅，北约至今仍丝毫不顾及俄罗斯的战略利益。既然北约不仁，那就休怪俄罗斯不义啊！你北约有牌打，俄罗斯也有牌打呀，谁怕谁呀？对于是否存在朝鲜派兵到俄乌战场，普京对外采取了模糊态度，既未承认也未否认，也就是普京现在把牌已经抓在了手上，但是没打出去。他要看北约接下来的反应。如果北约不升级局势，那么俄罗斯就不出牌，也就是朝鲜不出兵俄乌战场。如果北约不识相，对普京的警告置若罔闻，还是要进行冒险，那么俄罗斯就会把牌打出去。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如果美国及北约允许乌克兰使用西方远程武器向俄境内发动袭击，莫斯科将会做出回应。那您认为俄方具体可能采取哪些手段作为回应？俄罗斯很可能采取渐进式、逐步升级的应对措施，也就是北约如果授权乌克兰使用西方远程武器攻击俄本土，但使用数量比较少，给俄罗斯造成的损失不大，那么俄罗斯可能还不会对北约国家进行报复，但是会加大对乌克兰的打击力度。比如之前不去攻击的乌克兰目标可能会被列入攻击范围之内。但如果北约由此认为俄罗斯不敢对北约还手，继续加大对乌克兰的远程武器援助，让乌克兰放手去打击俄罗斯本土，那么俄罗斯就可能对北约国家进行远程常规打击，迫使北约收手。如果北约依然置若罔闻，甚至直接对俄攻击，那后果就很难预料了。北约和俄罗斯都有大把核武器，互相扔核武的可能性会显著变大。总体来看呢，普京现在还只是对北约进行警告，制止北约授权乌克兰使用西方远程武器攻击俄本土的冲动。但是北约现在似乎认为俄罗斯不敢真的对北约进行报复，不敢真的使用核武，所以在不断踩踏俄罗斯的红线。实际上这就是一种战略误判，是北约自负心理之下的侥幸心理作祟。在10月27号举行的日本第50届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和公民党组成的执政联盟惨败，未能获得过半数席位。接下来，石破茂会否成为日本战后在任时间最短的首相？极右翼的高市早苗是否将趁机卷土重来，取代石破茂？日本政坛是否将再次面临首相走马灯局面？深圳卫视东京特约观察员毛峰带来现场观察。日本第50届众议院选举27号开始投票，共有1344名候选人参与争夺众议院465个议席。28号凌晨，选举结果出炉，得票率前3的政党分别为自民党191席、立宪民主党148席和日本维新会38席。自民党和公明党组成的执政联盟，两党加起来仅获得215个议席，没能超过半数席位。这也是日本15年来首次出现类似情况。自民党于1955年成立，69年中在野时间仅有5年。2012年与公明党组成执政联盟，更是创造了一个被称为超稳定结构的联合政权，连续3次大选控制众议院2/3以上多数席位，持续控制参议院超过半数席位。因此，有日本媒体曾说，除了修宪，几乎没有自民党干不成的事。在这次众议院解散之前，自民党独占256席，自公联盟共计达288席，但经过选举丢失了整整73席。
那么这次选举结果改变了已经持续了12年的日本政坛的基本架构，就是自民党一党独大的格局被打破，从一强多弱转为两强相争。自公两党组成的执政联盟失去了众议院的多数议席之后但是现在还是最大的党派，暂时还能够继续执政。但是下一步要推动立法和政策的议程都会遇到在野势力的强力的阻挠。众议院选举失利后，自民党总裁日本首相石破茂召开记者会，他强调了继续执政的意願，称会继续与公民党联合执政，并就選舉結果及政治黑金問題致歉，還表示將在自民黨內部切實實施改革。非常に厳しいご審判をいただいているというふうに認識をいたしております。それをもう謙虚に厳粛に受け止まらねばならない。根据日本广播协会28号的出口民调显示，超过70%的受访者表示，投票时考虑了黑金丑闻的问题。丑闻自去年底曝光以来，日本民众对自民党的信任度急剧下降。值得注意的是石破茂的态度，他在竞选自民党总裁时曾表示不支持有黑金丑闻的议员竞选连任一席，但在接任自民党总裁后，迫于现实对此进行松口。更为雪上加霜的是，揭露自民党黑金丑闻的日本神户学院大学教授上胁博之还曝光2019年至2021年间，石破茂领导的政治派系水月会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中少计8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3.7万元的黑金。尽管石破茂也进行了辩护，但投票结果显示，选民对此并不买账。那么石破天惊遭遇滑铁卢式的惨败，它的主要原因，首先是石破高估了自己，低估了对手在野党，错估了当前的民意。那么石破呢，是试图利用新内阁、新政权它的所谓的新鲜保质期来这么一种契机，来为今后4年长期执政打下基础。但是结果呢，却是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性命。那么自民党黑金政治持续发酵，重创了自民党的这次选举。那么其次是在一些重大政见和政策上，石破的朝令夕改，失去了民众的信赖。深圳卫视东京特约观察员毛峰还向深圳卫视表示，除了黑金政治外，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石破茂并非日本经济金融界期待的政治领导人。近年来，如何抑制物价飞涨、重振经济才是日本国民最关心的议题。然而，无论是前首相岸田文雄还是菅义伟，不仅未能解决国民的通货膨胀之苦，还进一步增税，导致最终黯然下台。外界注意到28号，自民党众议院选举惨败的当天，日元跌至3个月来新低。日本舆论担忧，如果石破茂辞职，日元恐怕还会进一步贬值。那么石破一直反对安倍经济学，主张的是要加息，特别是对老百姓来说最反感的增税等经济政策。因此呢，石破意外当选，东京的股市呢也意外没有出现所谓的祝贺性的涨势，却出现了罕见的大跌1000多点。那么在最近2周的11个日的交易中，可以看到出现明显的阴性下跌，交易量大幅萎缩。这也证明资本金融市场并不看好石破内阁长期执政。那么这些内因叠加强化了选民对石破新内阁的政治不信任、经济不靠谱的双不信任。按照惯例，若在大选中遭到惨败，日本首相需要承担责任。日本读卖新闻的报道指出，这次的情况有点特殊。尽管自民党内可能会出现要求石破茂下台的呼声，但因为11月可能召开首相提名选举特别国会会议，在此之前，石破茂如果被迫辞职，将损害自民党整体利益。因此，要求其下台的呼声无法获得内部多数支持。石破茂本人也表达了继续执政的愿望，他解释称是不希望出现政治真空。值得注意的是，自民党选举对策委员长小泉进次郎当天主动请辞，这距离他担任这一职位仅28天。小泉进次郎对媒体表示，愿意承担众议院选举败北的责任，已向石破茂递交辞呈。
小泉进次郎现年43岁，为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之子。38岁时第一次进入内阁担任环境大臣，曾被认为是石破茂竞选自民党总裁时的强有力对手之一。但在第2轮中，小泉的支持者改为支持石破茂，最终将石破茂拱上了总裁乃至首相的位子。因此，小泉也被认为是石破茂的战友。按照自民党惯例，得票数高的对手在选举后可获委任高级别职位。小泉进次郎被任命为自民党选举对策委员长。日本舆论分析，小泉进次郎当时获此委任，体现了石破茂的政治成熟。一方面，小泉进次郎实在是太年轻，缺乏党内历练，让他领导选举事务可以迅速打开局面。而小泉本人在这次选举中也十分努力。另一方面，石破茂上台8天就解散众议院进行重新选举，被认为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失败的结果对小泉的负面影响不大。实际上，还有日本舆论认为，因失败而辞职，显示了小泉的担当，属于政治加分项，有利于他未来的政治生涯。不排除他马上投入新的选举，届时是否由他来与极右翼的高市早苗进行对决，现在还不得而知。石破茂的执政前景有2种可能。第一，要看党内外的他所面临的压力有多大。目前来看，党内反石破茂的势力，实际上在这次大选中也是受到了重创，不少议员落选，并且自民党面临着重大的危机。恐怕现在优先要做的还是要稳住阵脚，通过寻找新的盟友来维持执政地位，而不是急于更换党的总裁。所以总的看，这次选举结果使日本政坛失去了稳定的架构之后朝野政党之间的争斗和博弈将会更加激烈。那么政局的稳定性和内外政策的不确定性都会大大的上升。石破茂面临的更大挑战来自于在野党的相对崛起，其中立宪民主党作为目前日本最大在野党，其众议院席次仅次于自民党。27号的选举后，该党从选前的98席大幅增加到148席。在记者会上，立宪民主党现党首野田佳彦表示有意竞逐日本首相，但外界认为他问鼎首相的难度很大，因为虽然席位大幅增加，但该党目前仅获得众议院席位的32%，参议院更少得多，仅15%。值得一提的是，现年67岁的野田佳彦曾经在2011年到2012年间短暂担任日本首相，后被安倍晋三击败。也就是从那一年起，自民党和公明党组成执政联盟，形成新的格局，延续至今。实际上，决定未来政权归属的，实际上取决于其他几个小党的选择。那么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国民民主党和日本维新会这2个党。那么他们选择跟谁合作，会决定谁上台执政。那么现在有各种组合的可能性，当然以自民党为中心的联合政权的可能性还是要更大一些。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大选后30天内必须召集特别国会，届时现任石破内阁将集体辞职，由新当选议员组成的众议院和参议院提名下一任首相。如果石破茂实现连任，将成立第2届石破内阁。一旦首相换人，石破茂将成为日本战后在任时间最短的首相。如果在野势力达成共识，支持野田佳彦或者别的党首，那么新的首相从在野党中产生的话，那么自公两党就要下野。当然，由于在野党之间也是矛盾重重，难以形成合力，所以这种前景出现的可能性比较小。你认为这次选举对日本政坛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自民党的这次失败可能标志着安倍岸田长期执政周期的结束。本来这次日本的选举并不是那么受关注，但是没有想到，在美国大选之前，日本的选举先声夺人，给这个不确定的世界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自民党在上次的大选中可以说是气势如虹，自民党和公民党的联盟拿到了绝对的多数席位，为自民党推行自己的政策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岸田文雄沿着安倍的路线持续推进，包括日本的安全和战略的转向，大幅度提高军费开支等等。石破茂接任之后应该还是要按照这条路线向前推进。但是这次大选的失败，意味着安倍岸田路线的重大的挫败。一方面自民党党内的腐败问题让石破茂没有办法在短期内解决。另外因为政治黑金的问题，自民党内的派阀政治受到冲击，党内的派系重组，安倍派被解散。另外一方面，安倍岸田路线的本质还是大国路线，让日本成为所谓的正常国家。日本在国际外交场合频频亮相，并且提出一些具有引导性的主张。
但是呢，这种做法与日本国内政治以及宪法规定难以匹配。这次选举可能代表着安倍岸田路线的挫败。如果自民党失去了执政地位，那就更是如此了。此次大选呢，也是自民党时隔多年再次失去多数席位。不过，立宪民主党也没有成为第一大党，没有获得多数席位，意味着新组建的内阁必然是弱势政府。一方面呢，短命内阁可能会重新回来，首相走马灯一样换人也是可能的。在2009年到2012年期间呢，日本政坛便是如此。安倍上台之后呢，实现了长期执政，时迫和自民党呢也可能会再次面临这样的局面。另外一方面呢，弱势政府和短命内阁意味着内外政策不断调整，难以推行稳定的国政路线，也不利于建立稳定的外交和战略关系。美国政府近日发布报告显示，尽管为 F-35战斗机项目不断地增加费用，但连续6年 F-35都没能达到战备标准。作为美军的王牌装备 ，F-35战斗机自服役以来问题频出，发动机故障、起火、坠机等等事故不断。值得一提的是，其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早已被中国列入制裁清单。2023年7月至2024年7月 ，F-35机型被美国国防部下令暂停交付1年。目前 ，F-35战机的制造商美国军工企业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正在加速交付这款战机。今年第3季度，该公司交付48架，预计截至年底将交付90到110架。而这款飞机的年产能被设计为156架。而在暂停交付期间，洛马继续生产，导致这些战斗机只能堆积在停机坪上，眼看就没有足够的停放空间了。为此，美国政府还曾警告说，将如此多的全新 F-35存放在一个地方是有风险的，因为一旦遭遇突发情况，集中存放的部分或全部飞机可能会损坏。另一方面，美军对这款主力战机相当不满。虽然批准了最新交付的 F-35投入飞行训练，但颁发全面作战认证仍需时间，预计到2025年才能投入实战。据报道，美军诟病的是新交付 F-35战机的技术更新3项目进展不顺利。这一更新项目涉及一系列改进，包括更换驾驶舱显示屏、更好的计算机内存和更强的计算机处理能力等。只有这一项目完成后，完整形态的 F-35才能发挥作用。美军 F-35隐形战斗机机队的全寿命运营和维护费用已经高达1.58万亿美元，比2018年的预期上涨了44%。但令美军不满的是，尽管 F-35战机项目不断增加运营和维修支出，但是连续6年仍未能达到一项关键战备指标。除了 F-35，还有7个战术飞机项目也连续6年未达到能执行任务率目标。为了改善这一状况，去年 F-35战斗机联合项目办公室启动了战争准备就绪计划，目标是在2024年3月底之前将 F-35战机能执行任务率提高10%，但实际情况是仅提高了不到3个百分点。它的零附料件的需求量非常大，这个缺工潮影响的这个零附料件的这个生产一直还没有完全修正过来。这是洛马现在不管是在交际也好，或者在履行这种就是维护就是作业维持的合约上来说的确产生了相当大的困难。目前主要有2大问题导致 F-35战备率不达标，但官方拒绝透露是哪2个问题。但外界注意到，美国空军杂志曾报道称，美空军 F-35A 机队能执行任务率下滑，原因是越来越多的 F-35A 战机发动机存在问题，而且这种状况将持续数年。由于美国国防部要求武器装备与中国产供链脱钩断链，这导致采购、生产和测试流程要大量推倒重来，极大增加了 F-35的制造效率和成本。多份美国智库报告称，美国先进武器中包含大量来自中国的稀土制品、特种金属和电子元器件等。例如，每架 F-35战斗机需要消耗400公斤的稀土，而美国80%的稀土制品来自中国。美国国内为此炒作所谓中国产品渗透美军装备制造链，渲染此举可能威胁美国国家安全。2022年9月，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宣布，为 F-35战斗机制造涡轮发动机的霍尼韦尔公司使用的关键磁铁部件中，就含有由中国生产的合金，此举违反了美国的相关采购法规。F-35联合项目办公室随后表示，迄今为止所交付的超过825架 F-35战机中，全部包含中国产零部件。五角大楼承认，磁铁不会传输信息，也不会将战斗机置于危险之中。已经交付的
的战斗机不需要更换磁铁。即便如此，受五角大楼推动的武器装备制造链去中国化影响， F-35战机的交付工作当时依然被迫叫停。不过，在1个月后，美国国防部又签署国家安全豁免证书，让五角大楼接收当时生产合同中的126架等待交付或即将交付的 F-35战机，并将合同交付的最后一架飞机的验收日放宽到2023年10月31号。洛马公司当时也在一份声明中说，霍尼韦尔公司已经找到了这种合金的替代来源。不过，美国国防制造业使用复杂的分包制度和全球采购模式，连美军方也承认，美国主要军工企业难以彻底搞清楚整个供应链的全部细节。同时，美军试图强行在武器制造链实现去中国化，必然需要绕路去寻找代替产品，将显著增加其采购的周期和成本，损害自身利益。比如说以像电线来讲，一个电线外面附了一个这个绝缘体，然后这个东西中国大陆在供应这个全球市场上那个销量也非常大。那一架战机，它往往像 F-35战机里面这种东西，可能需要数十公里的这样的一个线数才能够让这架战机能够正常运作。所以这种东西过去无可避免的，有些东西可能是来自于大陆的这种供应链的供应。F-35的丑闻还在于事故不断，尤其是垂直起降的 F-35B。今年5月28号，美国海军陆战队一架 F-35B 战斗机在美国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国际机场附近坠毁，机上飞行员弹射逃生，但伤势严重，被送往医院。而这起事故尤其让美军揪心的是，涉事的是一架新飞机。此前，在2022年和2023年 ，F-35B 也发生坠毁事故。据美国防务新闻透露 ，F-35的制造工艺存在严重的马虎状况。2023年新交付给美海军陆战队第311中队的5架 F-35C 舰载战斗机上发现一系列问题。制造工艺和事故率已经影响了 F-35的部署以及美国盟友的信心。据报道，在一场原本计划在印太地区举行的联合演习中，原计划出动70架战机，但由于安全因素及外部要求彻查事故隐患的压力，最后不得不去掉部分 F-35和 F-22隐身战机，改为由3代机临时补缺。美国海军还抱怨 F-35C 舰载战斗机的战备出勤率不足，已经影响到航母打击群的威慑力。一个战机它通常像以现在 F-35来讲，它还是属于开始服役的这样的高峰期，所以就代表就是第一人员对于这个飞机可能的这个熟悉度不如可能已经操作了这架飞机数百小时这些老练飞行员，所以通常一架飞机开始在换装或初始换装机械那个阶段，它的人员跟机械会发生因素会相对来说会比较高一些。针对近期引发半岛局势陡然紧张的无人机渗透平壤事件，朝鲜方面对坠落的无人机残骸进行了拆解和分析后，27号公布了最终调查结果，认定韩方无人机入侵目的是空投反朝宣传单，挑衅行为的肇事者是韩国军方。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国防省发言人27号发布了韩国无人机渗透进入平壤事件的最终调查结果，由朝鲜国防省和国家保卫省等相关专业机关组建侦察联合工作组，对坠落的无人机残骸飞行操纵模块进行了拆卸后，全面分析了飞行计划和飞行历史记录数据，最终认定这架无人机系韩国军方有意操纵，进入朝鲜的目的是空投反朝宣传单。发言人警告，如韩方再次犯下侵犯朝鲜主权的行为，朝方将毫不留情的行动。收集的证据资料里包括从2023年6月5号至2024年10月8号由韩方制定的238个飞行计划和飞行历史记录，其中除了2024年10月8号以外的数据都是这架无人机在韩国领域内飞行过的数据。此外，无人机里还记载了反朝宣传单空投计划和空投历史记录。实际上，早在10天前，朝鲜国防省已经发布了坠毁无人机的残骸照片。从其机体外形及下部原封不动的附着传单散布筒来看，朝方当时初步判定这架无人机很可能是对平壤市中心投放传单的无人机。这次公布的新证据则进一步进行了证实。深圳卫视注意到，朝中社随文发布了5张图片，前2张分别是坠毁无人机的计划线路图和10月8号当天的实际飞行线路图，第3、4张则是该无人机当天途经的具体坐标点、高度和地名。图片上的信息显示，无人机于8月23号25分30秒从白领岛起飞，经过黄海南道长渊郡和礁岛周边海域，飞到南曹丫岛周边海上后变更航线。
经朝鲜重要的贸易港口南浦市千里马区上空渗透到朝鲜首都上空。值得注意的是，朝鲜国防省专门在第5张图片中列明，韩方无人机于9号1时32分8秒在朝鲜外务省大楼和胜利地铁站中间上空，1时35分11秒在朝鲜国防省大楼上空空投了反朝宣传单。图片还显示，飞越朝鲜国防省时，这架无人机离地高度仅为321米。整个飞行过程，我个人看法应该是成控。因为这个无人机个头不大，也没有这个卫星通信天线，远距离遥控的话很难做到。比如说用地面电台控制的话，也就是100-200公里的这个范围，要想再飞远一点，可能就失联了。那么朝鲜方面最终的检测结果大概也说明了这一点，因为成控的话都是有记录的，因为事先你要把程序输进去，它按照这个时间节点来飞行，甚至连空投点它已经都设置好了。这样的一架无人机在夜间飞入平壤上空是不太容易被发现的。按照原本的飞行计划，韩方无人机完成在平壤的任务后，原本将返回白领岛，但最终在平壤兄弟山区西浦一栋第76居民班地区坠毁。值得一提的是，面积仅为46平方公里的白领岛，位于朝鲜和韩国北方分界线附近，距离朝鲜黄海道仅有10公里，距离韩国仁川市中心也只有193公里。因极具军事战略性，该岛也被视为朝韩争议岛屿。韩国声称对该岛拥有主权，还曾斥资425亿韩元，约合人民币2.2亿元，在白领岛进行公共海域填埋工作。计划将这座小岛建设成韩国海军的前沿基地。针对朝鲜宣布渗透至平壤的无人机为韩军方所属，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无法予以核实。早前该国国防部也表示，针对朝鲜的单方面主张并无确认及反驳的价值。韩国的不回应态度引发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的冷嘲热讽。他于28号通过朝中社发表谈话称，如果是首尔市上空出现来路不明的无人机，空投指责韩国总统尹锡悦的传单，而朝鲜方面也完全不回应，不知韩方作何感受。观察认为，尽管韩国方面没有证实无人机所属，但从朝鲜公布的照片来看，坠落平壤的无人机外形与韩国此前阅兵式上展示的远程侦察用小型无人机几乎一模一样。该机是韩国星宇工程公司在阿尔戈斯垂直起降无人机基础上研制而来的固定翼无人机，采用后掠式上单翼，翼间安装了稳定垂直翼面，机身后方配备一台航空活塞发动机，最大续航时间为4小时，飞行距离约为400公里。机头下方配备光电设备，可执行侦察和监视任务。韩国防卫事业厅在2020年曾进行快速飞行器采购项目的征集，采购了一批该型无人机，装备于韩国无人机作战司令部。从外形看呢，它个头不太大，采用一台活塞式发动机，而且是推进式的活塞发动机。一般来讲，如果它是侦察机，应该有摄像装置或者照相装置。机翼呢，采用了带一点后掠翼的方案，留空时间我估计7-8个小时是没问题的。从韩国的某一点起飞，飞到朝鲜境内执行完任务再飞回去，这个时间航程应该都够。无人机渗透平壤事件背后，韩国无人机领域的发展也引发外界关注。韩国的军用无人机严格按照上世纪90年代韩国国防部提出的3步走战略发展，也就是先研制出满足炮兵目标指示、军队进程侦察和边境监视的小型战术无人侦察机，再研制出类似美国捕食者的长航时中型无人侦察机。第3步是购买或研制类似全球鹰战略无人侦察机，以实现在2020年前后建成体系完整的无人机打击体系。2002年10月，韩国在3步走战略基础上又提出无人机总体发展计划，确定将轻转翼侦察无人机、中空长航时无人机和隐身无人机作为主要发展机型。去年2月，尹锡悦政府发布国防改革 4.0 基本计划，提出重视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研发应用，加速发展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有人和无人混编作战体系。在这份文件的指导下，韩国在去年9月1号正式成立了无人机作战司令部，直属韩国国防部，是韩国首个由陆海空军及海军陆战队构成的联合作战司令部，在韩国版3轴体系中负责大规模报复作战支援行动，地位十分重要。
无人作战司令部成立后不久，韩国举行了近10年来的首次大规模阅兵式。目前，韩国一线部队普遍装备的是 RIMO-I-002、RIMO-I-006 小型战术侦察无人机。这2种无人机采用强化塑料和碳纤维制造，电动推进、手持抛射和腹部着陆方式，最高时速75千米，作战半径75千米，装备在韩国陆军与海军陆战队在非军事区一带的前线部队，用于监视5公里宽的非军事区对面的朝鲜部队。目前，韩国缺少中高空长航时无人机，未来将担当韩国中高空侦察打击主力的主要是 QSFS 中空长航时无人机和 UAV-2 侦察无人机，前者与美国死神无人机性能接近，可执行火力打击等多种任务，后者的优势则在于续航时间长。韩国开发无人机起步比较晚，因此现在看他们搞出的一些无人机多半是小型的。因为中型无人机这研发难度比较大，成本比较高。从目前情况看呢，韩国生产的无人机主要是以侦察为主。至于察打一体无人机呢，目前还没有看到韩国开发出什么像样的这个机型。但是从趋势来看，今后肯定会把无人机呢搞得越来越大，让他们能够挂载导弹和炸弹来执行相应的侦察和对地打击任务。